这颗种子的人都会被厄运缠绕，可我却直接将它吞进腹中，孕育了18年。因为我的父亲临终前曾叮嘱我，只要等到种子在我体内发芽后，我就能迎来脱胎换骨般的蜕变。不过在种子没有发芽之前，我不能开口说话，因为我一张开嘴巴就会泄露种子的气息，从而引来天道的怒吼，甚至还会降下天雷，湮灭我的存在。所以18年来，我都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明天就是18年的最后一天，可在今天却发生了一件让我预想不到的事情。只见江洛伊拿着一把大刀架在自己的脖颈处，我宁愿死也不嫁给方辰。洛伊，你若毁约，会被人说是忘恩负义的。闻言，江洛伊脸色变了变，跺脚道：“我不管，我才不要嫁给方辰。爹，你替我想办法。”江正言头疼不已，眼睛不自觉地瞟向角落里的我，容貌英俊，身姿呛长，眼神平和而有慧光，有一股绰约淡然的气质，是个外表极好的少年。可惜是个哑巴，还是一个多次检测都没有灵根的哑巴。女儿则是一位6品灵根的惊世天骄，受到长玄宗长老青睐，准备将她收为真传弟子，前途无量。两人一个在天，一个在地，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夫君实在不行，让如雪代替洛伊嫁了吧。此言一出，江家族人目光齐刷刷地射向人群后面的江如雪。那是一个身姿连挺的碧衣少女，作为姐姐，她比妹妹江洛伊漂亮得多。可惜她是小妾所生，在江家地位远不如江洛伊。陈应凤让江如雪代替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哑巴，让江家很多人看不下去。爹，我还想在您身边伺候您，求您别把我嫁出去。江如雪紧咬着红唇，无助地哀求。江正言却无视了她的目光，语重心长道：“如雪，我们江家没落100年，好不容易出了你妹妹这样一个天才，江家的未来都在她身上。算爹求你，你代替妹妹嫁给方辰吧。”见他依旧犹豫，江正言咬咬牙，双膝一弯道：“难道要爹跪下求你吗？”江如雪吓了一跳，连忙扶起他：“爹，你别这样，我嫁还不行吗？”同意的刹那，他眼中写满了委屈。闻言，江正言才站直身子，心中悬了多年的石头终于放下，他露出一丝如释重负的笑意，望向我：“小陈，你意下如何？”我平静地坐在角落里，慢条斯理地品着茶。闻言，抬起眸子看了眼低着头的江如雪，心底默默一叹，真够可怜，被家人联合起来算计。江家根本没打算把天之娇女的江洛伊嫁给我，而是早早就计划好让江如雪当牺牲品。从江洛伊以死相逼，到陈应凤提出替嫁，再到江正言打亲情牌，都是他们事先安排好的。江如雪纯真善良，轻易就上当，答应了替嫁。这样一位可怜的女孩，我怎么能忍心伤害呢？我拿起随身带着的纸笔，写下一张条子：伯父不必为难如雪，江府照顾了我10年，已经抵消掉我父亲当年的救命之恩。婚约之事，今日就此作罢吧。即便不为江如雪，我也打算解除婚约。自从10年前我爹救了江老爷子，我便一直寄居在江府。随着3年前父亲去世，人走茶凉，江家上下对我渐渐疏远。我明白江家人的耐心已经消磨干净，要不是担心毁弃婚约影响声誉，他们早就把我赶出府了。现在我该走了。看完我写的字条，江正言心底暗自激动，他早就想赶我走了，奈何江府欠着我爹的一份恩情，让他这些年一直都如鲠在喉。如今我提出要走，简直是天大的喜讯。意外的是，陈应凤却言辞恳切道：“小陈，这怎么行呀？婚约是老爷子定下的，我们岂敢服逆他老人家的意思？万一他游历归来，发现我们没有完成约定，我和你伯父吃不了兜着走。要是真感谢江府10年来对你的照顾，就娶了如雪，大家从此就是一家人。”一些精明的族人看出了陈应凤的真实目的是想把江如雪嫁给我，毁掉她一生幸福，为自己女儿江洛伊铲平威胁。江如雪气质出众，姿容绝世，是远近闻名的大美人，许多大家族子弟都对她垂涎欲滴。如果她嫁入了豪门，或者成为了哪个强者的妻妾，无疑会成了江洛伊的对手。现在把她嫁给我这个灵根都没有的废物，就彻底杜绝了隐患，真够恶毒的。我看得明明白白，望向默默垂泪的江如雪，无奈一叹，心底暗自思量，即便我今日帮了她一回，等我走后，她还是逃脱不了陈应凤的毒手，那时候她的下场恐怕会比嫁给一个哑巴还惨吧。这些年江如雪是唯一善良待我的人，父亲去世那年，我悲伤过度，大病一场，躺在床上7天7夜，江家人视若无睹，是江如雪在床前不眠不休照顾了7天，我才挺过这一劫。我实在不忍心丢下这个纯洁善良的好姑娘，让她独自在江家的火坑里自生自灭。沉吟再三，我无奈提笔向陈应凤写下一个字：好。陈应凤露出了笑容，热忱道：“如雪，快带方辰去量一身衣服，1个月后你们就成婚。”他迫不及待想让我们成婚，以免夜长梦多。江如雪擦了擦眼泪，红肿着眼睛来到我面前：“跟我来吧，刚好我也有话对你说。”我跟着江如雪来到她的闺房，说是闺房，其实也就比丫鬟的房间好一点，十分简陋。江如雪打开梳妆镜的抽屉，从角落里掏出一个藏得很隐秘的小口袋，里面装着大大小小的碎银子。小哑巴，你不该答应的，他们不是真心希望你娶我，只是不想落下忘恩负义的名声而已。等我妹妹进了长玄宗，他们会苛
哥带你，变着法儿赶你走的。哦，我微微一笑，他还不傻吗？江如雪把钱袋塞进我的手心，柔声道：“带着这些钱离开江府，离开流仙城吧。我不想你也过我这样的日子。”我写下一张字条，你呢？江如雪嘴角溢出一缕苦涩。这里是我的家，他们对我再不好，我也不能走。蓦地听到丫鬟们说说笑笑的前往库房拿绸缎，她紧张道：“你快走吧，别犹豫了。到了外面，不要随便相信陌生人，不要吃他们的东西，不要喝他们的水，还有不要随便搭理人。如果被人发现你是哑巴，他们会欺负你的，知道了吗，小哑巴？”说着说着，声音就带着哭腔了，一滴滴晶莹在眼眶里打转。我走上前摸了摸她的头，以后该叫我夫君了。江如雪猛地抬起头，一双血眸瞪得大大的。你说话了，你不是哑巴。我揶揄一笑，我说过自己是哑巴吗？江如雪脑海中凌乱一片。你是在假装哑巴？为什么呀？我背负着手，静默望向窗外的天空。此时晴朗的天空却接连响过2声震天的惊雷，吓得江府上下都为之一惊，纷纷出门眺望。江如雪也被突如其来的雷声吓得一颤，呢喃道：“怎么凭空闪惊雷，跟3年前一样？”我神色凝重，一语不发。他不知道的是，方才我开口说话，泄露了种子的气息，这才引来了天雷之怒。江如雪见我神情间流露着一抹悲伤，柔声道：“好了好了，我不问了，你收拾东西快走吧。陈毅要是知道你一直装哑巴，又要疑神疑鬼了。”我转过身，轻轻抓住他的手：“我不走，留下来娶你，从此保护你。”江如雪俊俏的容颜刹那嫣红，没来由的心脏加速跳动，她慌张地抽回手：“别说大话了，你的灵根还不如我呢。”我笑而不语。今天就是18年的最后一天，我马上就能迎来脱胎换骨的变化。我静静注视着江如雪，自信道：“相信我。”江如雪对上我平静而坚定的目光，心底涌入一道暖流。自从母亲去世，还是第一次有人说要保护她。思绪良久，她再次将钱袋塞进我的手里，脸颊带着一丝羞红。拿着，就当是娶我的聘礼吧。闻言，我的心里多出了一种说不明道不清的情绪。我从未想过有一天会有一个女孩拿着自己的毕生积蓄，让我当做聘礼迎娶她。愣着干什么呀？江如雪伸出小手，轻轻整理我的衣服，温柔道：“方叔叔一生清贫，没给你留什么金银，这些积蓄希望能帮到你。”闻言，我再也抑制不住，一把搂住她的纤腰，将她拥入怀里。江如雪羞得满脸通红，像深秋里的柿子，大脑陷入一片空白，身体也僵硬得一动不能动，任由我就这样搂着。良久，她才反应过来，惊慌地挣脱出来道：“我晾衣服去了。”望着她逃也似的背影，我把钱袋放回桌上，微笑道：“江如雪，我会风风光光娶你的。”与此同时，陈应凤的卧房内，姨母，你怎么能把如雪表妹嫁给方辰这个废物？同样寄居在江府10年的陆征跪在陈应凤面前，脸上写满了焦急：“请你收回成命，把表妹嫁给我吧。”陆征是陈应凤的侄儿，聪明伶俐，又是3品灵根的天才，因此陈应凤自小把他接到江府栽培。他也很成器，才20岁就有炼气5层修为，让陈应凤在娘家人面前狠狠长了一把脸。唯一让陈应凤头疼的是，陆征很喜欢江如雪，并一直将她视作自己的女人。张儿，别的方面姨母可以迁就你，唯独这件事不许你胡闹。不过看着陆征一脸悲愤的样子，他终究还是心软，意味深长道：“姨母只是不许你干扰他们成婚，没说他们成婚后你不能出手啊。万一方辰意外身死，你再迎娶江如雪也可以吗？”陆征茅塞顿开，露出开心之色。我懂了，谢谢姨母，侄儿这就回去帮着方辰布置婚事，让他们尽快成婚。陈应凤含笑道：“去吧，明天别忘了早起，姨母陪你去一趟检测塔，复测你的灵根等级。”是。陆征拱了拱手，满面笑容地离开。可刚离开陈应凤的房间，他脸上的笑意就逐渐敛去，露出丝丝阴狠。真亏这个老女人想得出来，等明天复测完，如果检测出更高的灵根，我一定要当着江家众人的面把江如雪抢回来。翌日清晨，江府西院一座简陋的房间里，我在屋中来回走动，时而望向窗外天色，眼珠里弥漫着厚厚的血丝。我心情忐忑，这一天我等了18年，本以为自己很有定力，情绪不为外物而波动，能够坦然迎接种子发芽。可真当这一天到来，却一夜未眠，心中惴惴不安。就在这时，一缕刺目的光辉穿透云层，射进了屋中。几乎是同一时刻，我冥冥中听到咔嚓咔嚓的声响，像是某种坚硬的外壳在裂开，种子发芽了。嫩芽破土而出，它的现世好像惊动了某种无上存在，降下一道道毁天灭地的雷霆，欲要将其压回地下。嫩芽缓缓张开，轻描淡写地将袭来的雷霆尽数吸收。我眼睁睁看着一粒种子吞天地雷霆为养分，成长为一棵望不到尽头的参天巨树。雷霆自知无力阻挡它的生长，渐渐停歇。这棵太虚古树散落道道绿色斑光，渐渐融入我的身躯中，在我的丹田中孕育出一道灵根。灵根，我有灵根了！我等了18年的脱胎换骨终于来了。良久，我平复了情绪，仔细打量起这道灵根。这一看，我不由得愣住。
透明色，我的灵根竟然是透明的，没有任何颜色。江洛伊的灵根是湛蓝色，代表他有6品灵根。传说中最高的是白色灵根，代表9品，但透明灵根从未听说过，看来得去检测店确认了。我摸了摸头，不知道这种透明的灵根会是什么等级。就在这时，我突然发现枝繁叶茂的太虚神树上挂满了一颗颗巨大的透明果实，悬挂的最低的果实里竟封印着一本功法，玄级高等心法寻龙经。看清功法上的字眼，我吃了一惊。江家作为刘仙城老牌势力，镇族功法也不过是一本黄级中等剑法，而这一本玄级高等足够引起天下大乱。我呼吸一凝，试图跳起来把果实摘下来，但却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将我压回地面。一缕信息也在脑海中缓缓出现，最底层果实筑基境方可摘取。紧接着，我眼前的黑暗世界逐渐散去，回归了所住的简陋房间。我没有丝毫耽搁，离开江府，来到检测塔。此时还是清晨，检测塔尚未开门，塔前等候着准备检测的少年少女们。真儿，今天复测千万不要紧张。塔主说你上次因为紧张，导致检测结果低于正常水平。陈应凤陪着陆征站在检测塔前等候开门。本来你至少是3品上等，因为紧张只检测出3品中等，就是这一等之差，让我无法在江家为你争取到更多资源。陆征重重颔首，部分都供给了江洛伊，剩下的要按照天赋来分配。江家族人里不少3品灵根的，他比别人差一等，享受到的资源就要差一大截，所以这次复测他必须测出真实水平。如果你检测出3品上等，姨母我想尽办法说服江家族人，破例让你修炼江家的江氏剑法。闻言，陆征激动万分。江氏剑法可是黄级中等功法，是刘仙城排名很靠前的厉害功法，只有江家核心族人能够接触。自己在江家看人脸色10年，终于能触摸到江家最核心的东西了。兴奋之余，他余光瞥到一道熟悉的人影，不由诧异。方辰，你来干嘛？一张纸条，和你一样，实力没有达到一定程度前，我还是打算继续装哑巴，以免遭人猜忌。跟我一样，呵呵。陆征摇摇头，眼神里充满了轻视。在此之前，我已经检测过很多次了，但每次的结果都是没有灵根。他拍了拍我的肩膀，揶揄道：“灵根这种东西乃是天生的，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当个凡人过一辈子有什么不好呢？何必追求自己得不到的东西？”此时门开了，塔主是个懒散的老头，拂袖说道：“还是老规矩，检测资质优异者能够获得功法奖励。”大家一脸无所谓，因为最近几十年唯一拿到奖励的就是江洛伊。陆征浑身张扬着自信，侧头看了眼我，似笑非笑道：“待会儿可别被我的真实灵根等级给吓到。”他有自信这次能检测出3品上等的灵根，如此一来他在江家的地位会再高一筹，那时候把江如雪抢过来会更加容易。我耸耸肩，写了一张纸条，拭目以待。随着塔主一声令下，所有人同时进入塔内的检测室。我已经是第4次来，合上石门后，不免紧张地望向密室中央，一根悬浮的水晶尺，上面印有9种颜色的刻度，代表1到9的等级。当把手掌放在上面时，舞者的灵根会激发水晶尺上相对应的颜色，显示出灵根的等级。它的检测十分精准，从无错误。我深呼一口气，来到水晶尺前，把手心放在了上面。下一刻，水晶尺立刻一阵轻颤，一道波纹从底部冉冉升起，上升到赤色的刻度，然后毫不停留地升到橙色刻度。我悬着的心微微放下，很快波纹冲到黄色刻度，然后又以迅猛之势冲击到绿色刻度。我的心脏加速跳动，绿色代表4品灵根，已经是超过陆征的品阶，放在刘仙城也算是难得一见的上好灵根了。但波纹明显没有停留的意思，青色、蓝色，我握紧了拳头，心脏狠狠颤动着。6品灵根，我达到江洛伊的灵根等级了。可是波纹并未停下，紫色7品，黑色8品，我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不禁口干舌燥。我竟然达到了8品，打破了刘仙城的最高纪录。可直到此刻，检测都还未曾结束。波纹一口气上升到最高的刻度，白色。我瞳孔剧缩，眼中洋溢着无法抑制的狂喜之色。自己有了史无前例的9品灵根，这是传说中的级别啊！然而那波纹竟还未停止，再度往上蹿去。水晶尺末端是大片空白，没有任何刻度了。波纹却仍在继续上涨，最后噌的一下冲出了刻度尺，飞出了密室。这让我一脸懵逼，这到底算什么灵根？几乎就在波纹冲出水晶尺的瞬间，隔壁的陆征望着水晶尺里波纹上升速度越来越慢，如同蜗牛爬墙一样，艰难定格在3品中等和上等的临界点时，脸色很难看。涨！快给我涨啊！混蛋！陆征狠狠捶着水晶尺，愤怒的吼叫。他以为自己达到3品上等10拿9稳，结果竟然差了发丝距离。这一线之差，让他无缘于江家的资源，更无缘于陈应凤许诺的江氏剑法。就在这时，从我测试的水晶尺里冲出来的波纹，自他的密室旁掠过，强大的冲击之势牵动了陆征水晶尺里的波纹，引发完全停滞的他重新往上攀升，并一路冲破绿色、青色、蓝色、紫色、黑色的刻度，最终缓慢爬升，定格在了白色的刻度，开始闪闪发光，并且光芒越来越剧烈。
塔主躺在一张竹藤椅上，一手拿着笔，一手慵懒地提着登记册。这时，3号密室的石门率先亮了，释放出暗淡的赤色光芒。他在册子上找到3号，淡淡道：“3号密室，朱家千金朱婷婷，1品下等灵根。”紧接着，其他密室陆陆续续地亮起来。7号密室，江家商会少东家于王东，1品上等灵根。1号密室，程家堡少堡主郑向秋，1品下等。接连记录几个密室的成绩，塔主直摇头。哎，刘仙成真是1年不如1年啊！要不是最近出现了一个6品灵根的江洛伊，刘仙成的检测塔就要被取缔了。蓦然间，陆征的密室里，一道白光自门缝里射出。塔主揉了揉眼睛，面露迷茫。白色水晶尺上白色的刻度代表的是……哐当一声，他豁然起身，泄露的气息将藤椅给震飞好几丈远，一张老脸写满了无比的震撼。9品现世。话音落下，白光骤然加剧，宛如一个释放着刺目光辉的骄阳，照耀的整个检测塔一片雪白。检测塔也压不住盛世的白光，化作一道白色的光束冲天而起，刺破了九霄云层。江家，江洛伊打坐完毕，周身灵气环绕，双眸炯炯有神。一旁的江正言满脸骄傲：“洛伊，你突破炼气9层了，如此年纪，在咱们刘仙城是史无前例啊！”江洛伊眉宇间浮现一抹骄傲之色。毕竟是6品灵根，修炼这么快不足为奇。等我去了长玄宗，得到黄级中等，甚至是黄级高等的心法时，修炼会更快。就在这时，他余光瞥到一抹白色光柱，不由吃惊：“爹，这是什么？”江正言抬头望去，顿时神色一变：“是检测塔里出现的白色光柱，莫非是有9品灵根现世？”江洛伊不敢置信地望着那抹光束，不知不觉地紧咬住了红唇。高傲如他，无法接受刘仙成竟然有人比他的灵根还要优秀。看着渐渐退散的光芒，他银牙一咬，丢掉手里的佩剑，冲向检测塔。我要看看他到底是谁。与此同时，数不清的武者疯狂涌向检测塔，想要目睹数百年一见的奇景。另一边的检测塔内已经炸开了锅，正在检测的武者们纷纷夺门而出，来到陆征的石门前，震惊的无以复加。塔主则状若疯癫，口中不自觉地念叨个不停：“神话！我见证了神话，有生之年竟然能见到传说中的9品灵根，这可是与咱们天机阁阁主一模一样的灵根。”一个双拳紧握的少年嫉妒道：“塔主，9品就一定是最强的吗？”塔主瞪了他一眼，哼道：“废话，9品当然是最强。”似乎想起了什么，他顿了顿，不太确信道：“这世间倒是有一种超越9品的灵根，它叫做无极灵根。传说它无影无形，是透明色的。这种灵根比9品强了10倍、100倍不止，但它只存在于神话中，现实根本不存在。怎么，你觉得自己有无极灵根？”闻言，少年满目苦涩。仅仅一次天资检测，就决定了他们未来的尊卑之分。一个是天上真龙，一个是地上蝼蚁。这种对比，残酷得让人绝望。我在隔壁密室，自然也察觉到了这股动静。不会吧？陆征有9品灵根？正当我思索时，冷不丁发现自己的水晶尺再度有了反应，尺子里飞出一团青蒙蒙的光团，落在我的面前。当光辉散去，竟是2本功法。咦，这是奖励给我的功法？我顿时心中一喜，连忙捡起来仔细看了看。一本是名为清风真经的黄级高等心法，另外一本是名为七星剑诀的黄级高等功法。我到底什么等级啊？竟然给予了这么高的奖励，我不由得有些惊讶。6品灵根的江洛伊也才奖励一本黄级下等心法而已。但不管是什么原因，有了这2本功法，还有这道透明灵根，自己将在最短的时间内突飞猛进。我揣好功法，开启石门，巨大的开门声引来无数围观者的注意。原来是方辰啊，吓我一跳，还以为是陆征出来了呢。方辰这次检测好像又是没有灵根吧？唉，一墙之隔，一个是旷世9品，一个是没有灵根，这差距不是一般的大。我皱了皱眉，想与他们辩解一番，可仔细一想，又何必呢？偷偷修炼2本黄级高等功法，默默提升实力才是王道。我现在无依无靠，若是让人知道了根底，反而容易惹来大麻烦。就在这时，江洛伊和江正言赶了过来，看到了我。方辰，你也在这儿？里面是什么情况？江洛伊紧咬着红唇，语速飞快地追问。我面色坦然，写下纸条。陆征检测出9品灵根了。什么？江洛伊脸色瞬间苍白，踉跄了好几步。不可能，这不可能！竟然真是9品出世，而且还是寄养在自己家的陆征。这时，塔主注意到江正言的到来，脸上挤出了亲切无比的笑容。江兄，恭喜恭喜啊！江正言受宠若惊，塔主平时可是谁都不给脸色的，只有城主他才略微给点笑脸。突然如此亲切，还以江兄相称，让他浑身轻飘飘的，像是踩在棉花上。接着，刘仙城第1强者城主叶继风也抱拳而来。江家主可喜可贺啊，江府出真龙了！看着叶继风勉强带笑的脸庞，江正言更加觉得如同在做梦。曾几何时，他提着重礼拜访叶继风，
都吃了一个闭门羹，人家连理都懒得理会他，如今却以羡慕嫉妒的心态主动向自己示好，仿佛一夜间江家从默默无闻的没落家族突然成长为炙手可热的刘仙城第一家族。江正言恍惚了良久，才渐渐定下心神，他明白这全是陆征的功劳。陈应凤一脸骄傲地走过来，夫君，当初我力排众议把征儿接来江家栽培的时候，你是怎么说的？闻言，江正言满脸惭愧，当初他是极力反对的，毕竟江家资源有限，碍于陈应凤以死相逼，他才勉强同意。万万想不到陆征如此争气，是我有眼无珠，多亏了夫人你这个福星，才让我们江家攀附上了征儿这个未来的绝世大能啊！江正言搂住陈应凤，心里万分感慨。陈应凤容光满面，那可不是，当初青山城的那个八品天骄，听说直接进入了天机阁，后来成为了天机阁副阁主。咱们征儿可是9品天骄，天机阁马上就会来招录他的，你们江家就等着被征儿带着飞黄腾达吧。不久后，陆征终于开启石门，面带自信地走了出来。他来到江正言面前，单膝跪地道：“谢谢伯父多年栽培之恩，征儿不负你们期望，检测出9品灵根。”一时间，满场之人无不羡慕江正言，多大的运气才得来如此天之骄子啊！江正言哪敢托大，赶紧把他搀扶起来。使不得啊，征儿，你可是9品天骄，伯父怎当得起你这一跪？快起来！陆征心情前所未有的畅快，昔日自己在江正言面前一直慎言慎行，稍有差池就会被他呵斥，如今他却敬自己如天神，这让常年位于底层的他有种跃上9重天俯视天下的无敌感。只是余光中他看到了我的影子，此时我双手拢在袖子里，丝毫没有露出敬畏之色，这让他很不爽。一个废物哑巴凭什么不臣服自己？方辰，你不服？他掷地有声的喝问。我侧头看去，面无表情地比划了一下，你配？看到这一幕，陆征神色轻蔑，他转身面朝江正言躬身一拜道：“江伯父，我有一事相求。”贤侄请说，不必行此大礼。陆征瞥了眼我，嘴角一勾道：“我与江如雪妹妹青梅竹马，不忍看她嫁给一个废物为妻，还请江伯父把江如雪嫁给我，只有我才能给她幸福，给她未来。”江正言有些为难，他已经开口把江如雪许配给了我，难道改口让江如雪改嫁？这岂不是言而无信吗？可陆征现在是江家飞黄腾达的通天术，若是失去他，江正言就是江家的千古罪人。相比起毁诺的言而无信，还是千古罪人更让他承受不起。在其要做出决断之际，我抬起笔锋：“江伯父，给不给得了如雪幸福，靠的是实力，不是嘴巴。我愿与陆征比一场。”江正言一看，心中顿时一宽，如果我输了，主动退场，那他就不用背负言而无信的名声，陆征也能如愿娶到江如雪，两全其美。陆征哈哈大笑：“一个没有灵根的废物，还要挑战我9品灵根？哈哈哈哈！行。看在都是在江府长大的份上，给你一个与9品灵根一较高下的机会。”闻言，江正言松了口气：“给你们3天时间，谁突破一个层次，谁就有资格娶江如雪，如何？”我抬笔一挥：“可以。”陆征自信一笑：“一个层次，伯父小瞧我9品灵根了。3天后拭目以待。”此时，一个身着华服的老者拱着手自一群大佬中钻出来道：“陆公子，在下秦长生。”闻言，在场的人都动容了。秦长生，刘仙城第一炼丹家族的当家人，靠着祖传的炼气液配方，垄断了周边所有城市的所有炼气液，而炼气液是唯一能够增进炼气境修为的药物。他的出现立刻引来众人关注。陆征也认识他，疑惑道：“秦家主何事？”秦长生微笑捧着一只锦盒，里面整齐排列着10只小玉瓶，内里灵光荡漾，正是赫赫有名的炼气液。秦家恭贺陆公子检测出9品灵根，别无所赠。这刚炼制的10瓶炼气液就送给陆公子，希望陆公子3天后抱得美人归。不少人贪婪地望着炼气液，此物1瓶都价值无穷，不是普通家庭能够承受的。秦家一下给10瓶，着实下了血本。我眼神微微一眯，秦家是摆明给陆征站台吗？似乎察觉到我的目光，秦长生非但不收敛，反而不以为然道：“另外，我秦家所有店铺今日起禁止对方尘售卖炼气液。”我的眼神彻底冷下来，抬笔一挥：“希望你不会后悔。”秦长生戏谑道：“我后悔放弃你这个废物，抱住陆公子的大腿。”全场哄笑一片。我意味深长看了眼秦长生，默默离去。众人也随着闹剧的结束而相继散去。江府，我回来后立刻关上门，翻开清风真经，仔细阅读起来。不知道是不是被太虚古术洗礼过身体的缘故，这篇比较生涩的黄级高等心法，我理解起来竟水到渠成。很快便有一缕缕肉眼看不见的灵气自4面8方汇集而来，融入我的丹田之中，化作一丝丝纯净的灵力。我不知疲倦，忘我的修炼着。等到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落，我才徐徐睁开双眼，脸上多出了一抹喜色。一晚上的修炼，我已经成功突破到了炼气2层，只是炼气2层还不够，要保护自己，保护江如雪，还要更强才行。说着，我尝试继续修炼，却发现汲取灵气的速度缓慢了许多。
炼气境越到后面，修行越慢，需要炼气液配合才行了。可是炼气液很昂贵，而且秦长生不卖给我。想到这儿，我不禁微微皱眉。就在这时，我一拍脑袋呢喃道：“父亲临终前让我把他随身携带了10年的匣子埋在坟前，叮嘱我种子没有发芽之前不得挖出来，里面有没有留给我的修炼资源呢？”就在这时，隔壁院子里传来了江如雪的哀求：“爷，这是本月族中发给我的资源，求你不要抢走。”陈应凤带着2个贴身丫鬟把江如雪逼到墙角，丫鬟把她双手摁着，陈应凤则从她怀里摸出了一瓶炼气液，脸色微寒道：“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想送给方辰这个废物用。”陈应凤狠狠把炼气液摔在地上，珍贵的炼气液洒了一地，和泥土混合在了一起。江如雪急得挣脱2个丫鬟，扑在地上把灵液浸湿的泥土抓起来，还想再挽留一些灵液，可灵液与泥土已经分不开，已经没有用了。陈姨，性子淡然的他气得眼中含泪。小陈已经很可怜了，你们为什么这样欺负他？陈应凤不以为然地拍了拍手掌：“谁欺负他了？炼气液是我们江家的，他有骨气就自己弄去，靠一个女人偷偷给他。别说我们江府的人看不起，就是路边的乞丐都吐口痰。我们走。”他扭着腰肢，心满意足地离去了。江如雪无助地蹲在地上，自责地抱膝啜泣起来。这时，一只手搭在了他背上，轻轻拍打着。他扭头一看，发现是我，更加自责了，泣不成声道：“对不起，小陈，我真没用，我应该再小心一些，那样就不会被陈姨发现了。”我轻轻拍打着他薄薄的后背：“傻瓜，我谢谢你都来不及，怎么会怪你？放心吧，炼气液我自己会想办法的，快回去休息，等我消息。”很快，我离开江府，来到了郊外的坟山。爹，孩儿不孝，来看您了。我跪在坟前，烧了许多纸。很快，我离开江府，来到了郊外的坟山。爹，孩儿不孝，来看您了。我跪在坟前，烧了许多纸钱和蜡烛，脑海里回忆起和父亲相处的岁月。父亲沉默寡言，喜欢喝酒。醉酒时，他会指天怒骂，像是在宣泄不公；清醒时，会看着月亮，泪流满面。而不管喝醉与否，他看向我时，永远是温柔的。爹，我要娶亲了，不过不是江洛伊，是你更喜欢的江如雪。你曾说，其实她更适合当我老婆，性子温柔，恬静之理。我笑着笑着，眼泪就流了下来。你要是还活着，肯定会笑得合不拢嘴吧。等我们成了婚，一定带她来见您。我擦了擦眼泪，怀着一丝歉意道：“但孩儿遇上了一点麻烦，需要开启父亲您留下的匣子，叨扰到您的安宁，请您原谅。”叩首再三，我扬起锄头，挖掘着墓碑前的坟土，足足挖了3尺深，才终于挖到了一个黑色的木匣。咦，居然还没有腐烂！我将它抱起来，目露诧异之色。这个木匣竟没有一丝被岁月侵蚀的痕迹。我扭动木匣的开关，只听咔嚓一声，这个父亲守护了15年，从未开启过的木匣，终于被打开了。随着木匣被打开，一件令我瞳孔剧缩的东西映入眼帘。那是2只玉瓶，里面安静躺着碧绿色的灵液，这是中品炼气液。我大喜过望，这2瓶中品炼气液算是解了我的燃眉之急。我将炼气液拿起，这才发现底下还有一封信函，一份竹简。我心脏一跳，颤抖着将信函拆开，入目的正是父亲的笔记。小陈，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父亲已经死去3年了吧？2瓶中品炼气液是留给你突破眼下境界的，但最重要的是底下那份竹简。父亲资质平凡，参悟一生只领悟到一点皮毛，勉强成为了2星魂师，希望我儿能够超越为父，成为一名顶天立地的大魂师，如此你就有自保的本钱了。最后，这木匣是你娘留给你的，她曾说成为5星魂师后便可打开木匣的暗层，没能开启暗层是父亲最后的遗憾了。加油吧，五儿！一滴滴的泪珠滴落在信函上，我仿佛看到父亲在自己面前做最后的告别。良久，我擦掉眼泪，郑重地收好信函，心中波涛起伏。原来父亲曾是一位2星魂师，魂师是这个世界最为尊贵的职业，没有之一。他们拥有超越常人的灵魂力量，施展出种种玄妙无比的灵魂神通，还能炼制武者所用的灵丹。不同于凡人的药物，修炼所需的丹药都是用各种上了年份的天材地宝炼制而成。这样的天材地宝在深山老林里天长日久，既汲取了灵气，也无可避免地汲取了杂质。想要剔除杂质，便只能用强大的灵魂力量将它们剥离出去。所以，一位魂师既是一位手段神秘莫测的高手，更是一位无可取代的炼丹师。刘仙成的秦家之所以能够成为第一炼药世家，便是因为每代家主都会继承秦家的传家宝，一件能够短暂提升人灵魂力量的宝物。提升后的等级大约是魂师学徒的水平。饶是如此，也让秦家成为刘仙成数1数2的豪门。跺一跺脚，整个刘仙城都要颤3颤。魂师的强大可想而知。我翻开竹简，里面是一个个奇怪的扭曲文字。
乍一看甚至不能算作是字，而且看着看着便觉得头晕目眩。太乙魂术上篇，著作者八星魂师逍遥大尊，灵魂强大者方可辨别文字，愚者观阅轻则头痛剧烈，重则灵魂毁灭，慎重修行。我这才明白，上面的文字不是用眼睛看的，是用灵魂认的。我能辨别，说明灵魂高于一般人，拥有成为魂师的资格。这让我心底大喜，赶忙继续看下去，直到开始头痛，不能再看向剩下篇章时才作罢。我连忙盘膝坐在坟前，静静消化此前所看到的内容。正如修炼清风真经时，我领悟的这些内容也十分轻松，仅仅半日就两眼睁开，目露期待之色。我好像学到一些运用灵魂的方法了。看着眼前的2瓶中品炼气液，我喝下1瓶，另外1瓶塞进怀里。随着药力惊人的炼气液进入体内，它们散发出充盈的灵气。我赶紧修炼，贪婪地吞吸这些灵气。不久后，伴随着身躯一震，我睁开双眼，突破炼气3层了。中品炼气液就有如此效果，不知道更上面的上品、极品又是何等效果。我把坟前的坑填好，冲父亲的墓碑拜了拜，就起身回城。但我并未回江家，而是来到了一间生意萧条的珍宝阁。珍宝阁是刘仙城第2炼药世家王家的店铺。王家没有秦家那样的好运，拥有增强灵魂力量的宝物，所以只能炼制十分粗陋的药品，生意远远没有秦家好。我来时便换了一身宽厚的黑袍，戴着面具走进了店铺中。正在看店的是珍宝阁的掌柜，懒洋洋地躺在椅子上，道：“客人要买什么？”我摇摇头，压着嗓子道：“不买。”8字须的掌柜诧异地看了眼我：“那你是有天才地宝想卖？”也不卖。掌柜听了不由皱眉：“这里是做买卖的地方，你不买也不卖，来干什么？”我掏出怀里的中品炼气液，放在柜台上换东西。掌柜皱着眉，目光扫过去，落在中品炼气液上。起初微微一怔，眼中露出陌生之色，旋即噌的一下从靠椅上跳起来，快步走过来，惊呼道：“这莫非是中品炼气液？10年了，我竟然又见到了中品炼气液！”他语气有些激动，望向我的目光肃然起敬，高呼道：“快，都愣着干什么？快给这位大人上茶，上最好的茶！”我微微讶然，10年前难道是父亲炼制的炼气液？我面无表情道：“茶就不必，我想交换以下材料，贵店能给多少？”我拿起柜台上的笔，把材料写出来。炼气液的材料。掌柜更激动了，语气里充满了敬畏，站直的身子也情不自禁弯下来。阁下难道是一位魂师？整个刘仙城除了秦长生，没有任何人会要炼气液的材料，除非他是魂师，准备炼制炼气液。我语气冷下来：“你想知道？”掌柜吓了一跳，连忙抽了抽自己嘴：“小人多嘴，大人请见谅。”如果这位真是魂师，他10条命都得罪不起。废话少说，能换多少？掌柜连忙道：“按照市价，1瓶中品炼气液是1万两银子，炼气液的材料是1000两银子一份，可以换10份材料。”目光转了转，掌柜搓着手道：“不过，如果大人还有更多炼气液卖给我们，我可以做主给您11份材料。”我怔了怔，1万两银子，下品炼气液才5000两银子1瓶而已。不过想想它双倍于下品的效果，便释然了。略一思索，我颔首：“可以。”掌柜大喜过望，连忙取来11份材料送到我的面前，搓着手道：“不瞒大人，明天就是刘仙城炼药世家的展示会，您若有多余的炼气液，能否在大会上卖给我们，让我王家长一长脸？”看着他近乎哀求的表情，我微微颔首，尽量，旋即就离开了珍宝阁。确认没有人跟踪，便找到一个巷子卸下伪装，从容地走回街道。刚走没几步，忽闻一声冷笑：“哟，这是谁呢？”陆征满面春风地骑着马，身旁跟着秦长生。两人发现我就勒住缰绳停下。陆征看了眼不远处的珍宝阁，不由扯笑：“秦家主，有些人白日做梦想买到下品炼气液呢。”秦长生瞥了眼我，淡漠：“这刘仙城除了我秦家，别的地方不会有炼气液。你在珍宝阁求炼气液，只怕是求错地方了。与其求他们，还不如求一求陆公子呢。”陆征戏谑道：“求我给炼气液，还不如求我放他未婚妻一马呢。”他打马大笑而去。秦长生斜了我一眼，蔑视道：“炼气液就不要想了，我秦长生在一天，你一辈子都别想得到一滴炼气液。”言毕也纵马追去。我耸了耸肩，下品炼气液狗都不要。不多时，王家大小姐王思玲踏进了珍宝阁，掌柜弓着腰，满脸诚惶诚恐：“大小姐，事情就如我先前禀报的那般。”王思玲眼神锐利，冷声发问：“你可曾派人追查他的身份？”掌柜身子一颤，连忙摆手：“老奴岂敢？魂师最忌旁人窥探际遇，若是惹得他不快，岂不是要给王家招来灭顶之灾？”王思玲脸色微缓，暗暗松了口气，赞许道：“很好，你这件事办得极为妥当，既给了这位魂师足够的好处，拉近了关系，又没有半分怠慢之处。接下来咱们王家能不能攀上这位魂师，就全看他的心意了。若是他能在展示会上给咱们提供几瓶中品炼气液，咱们便能名声大噪，与秦家一较高下。”与此同时，我刚回到江府，就察觉到府内一片混乱。找
都给我仔细找，就算挖地3尺，也要把江如雪找出来。什么？江如雪不见了？我心头一慌，一个不好的念头瞬间冒了出来。这个傻丫头，该不会是为了寻突破境界用的天才地宝，独自跑出去了吧？天眼看就要黑了，她还没回来，难道是遇上了危险？我不敢耽搁，立刻冲出城门，朝着附近最易孕育天才地宝的云雾山狂奔而去。云雾山的一处悬崖边，3个胸口绣着蝙蝠标记的壮汉正狞笑着盯着崖下死死攥着藤蔓的江如雪。他因为长时间悬在半空，紧抓藤蔓，体力早已透支，脸色苍白如纸，身子更是抖得厉害。江大美人，别挣扎了，不然手一滑掉下去，摔成肉泥多可惜啊！为首的壮汉舔了舔嘴唇，语气猥琐。另一个汉子跟着附和：“快上来吧，冤有头债有主，我们只是抓你回去，向陆征讨要他欠我们的赌债罢了。我们发誓，绝不会把你怎么样的。”也没离开过江如雪曼妙的身段，一旦被他们抓上去，后果不堪设想。江如雪紧咬着牙关，一字一句道：“休想！”为首的汉子失去了耐心，眼中厉光一闪：“给我把他拉上来！”他就不信江如雪真敢撒手跳下这万丈悬崖。另外2个壮汉立刻上前，拽着藤蔓使劲往上拉。江如雪看着自己离崖边越来越近，心中一片凄然，正准备松开手坠下去，一串急促的脚步声却突然由远及近传来。紧接着，只听一声惨叫，一个拉藤蔓的汉子被人猝不及防，一脚踹下了万丈山崖。他那黑沉沉的身影在接连不断的哀嚎中坠入云雾，转瞬便没了踪迹。剩下2个壮汉勃然大怒，转身便与来人缠斗起来。不过片刻功夫，又一个壮汉惨叫着倒在了地上。最后那个汉子吓得魂飞魄散，一边慌不择路的逃窜，一边色厉内荏的嘶吼：“敢杀我血福宫的人，你死定了！你绝对死定了！”江如雪心中一惊，是谁来了？要知道，刚才这3个血福宫的人，一个是炼气3层的修为，另外2个也是炼气2层。蓦地，一个脑袋从崖边探了出来。江如雪定睛一看，顿时愣住了。小陈。我伸手一把将他拉了上来，低头便瞧见他的手掌早已磨破，渗出的鲜血染红了紧攥在手心的一株灵草。那灵草也因他握得太紧，被挤压得不成样子，显然已经无法再用了。江如雪也注意到了这一点，眼眸瞬间暗淡下来，声音带着浓浓的失落：“这是我好不容易才找到的。”我心中百感交集，轻轻将他拥入怀中，柔声道：“以后不要再为我冒这种险了。”江如雪靠在我怀里，心中既有没能帮上忙的歉意，又有一丝被珍视的甜蜜。自己在方辰心里已经这么重要了吗？我安抚好他，转头看向地上血福宫之人的尸体，心中一动，蹲下身摸索了一阵，很快便从一具尸身上摸出了一枚令牌，正是血福宫的令牌。城主府早前就发过悬赏令，斩杀一名血福宫妖人，便可进入城主府的阴云灵池修炼一次。我将令牌收好，抬头看了看天色，此刻四下里漆黑一片，下山的路早已看不清了。无奈之下，只能先寻一处安全的洞穴，带着江如雪在里面暂且过夜。夜色渐深，江如雪带着满身疲惫沉沉睡去。我守在他身边，却没有闲着，取出从珍宝阁换来的炼气液材料，尝试着手炼制炼气液。第二天一早，我望着地上的一堆灰烬，心疼地叹了口气，足足浪费了3份材料。随即又眸光一亮，暗自思忖：不过我的灵魂晶太虚古树洗礼后，到底强大到了什么地步？炼制最低级的炼气液，竟然容易得不像话。我转头看向身侧摆放着的8瓶灵液，其中7瓶是上品炼气液，还有1瓶竟是极品炼气液。这不过是初次尝试，等日后手法熟练了，炼制出极品炼气液，想必会更加容易。这般惊人的成果，连我自己都有种不真实的感觉。难不成我的灵魂之力已经达到筑基境了？低声呢喃一句，我便收敛思绪，迫不及待地拿起那瓶极品炼气液，一饮而尽。一股强劲无比的药力瞬间在体内炸开，散发出的灵气足足是下品炼气液的10倍，撑得我的身体都微微肿胀起来，像个圆滚滚的气球。我不敢怠慢，立刻盘膝而坐，运起心法飞快消化这些灵气。1个时辰后，我缓缓睁开眼，眼中满是震惊。炼气4层，而且距离炼气5层也只有1步之遥。另一边，江府内却是另一番光景。陆征满头大汗，脸色难看至极，他眼神发直地盯着身前摆着的10瓶空炼气液瓶，失声低吼：为什么会这样？我都喝光了，怎么还没突破？一旁的陈应凤也是一头雾水，不应该啊，9品灵根，再加上10瓶下品炼气液，就算是一头猪也该突破境界了。可陆征的修为却纹丝不动。他只能硬着头皮安慰道：这儿欲速则不达，或许是你急于突破，乱了心境。反正你也没输，方辰那废物1枚灵根，2枚炼气液，更加不可能突破。你们这顶多算是打了个平手。闻言，陆征紧绷的神经微微松懈，脸上露出一抹不屑。他也配跟我比？我没突破只是暂时的，他却是一辈子都别想突破。走，咱们去大堂分个高下。就在这时，我和江如雪踩着清晨的微光回到了江府。江如雪望着江家那扇朱红大门，却迟迟不敢迈步。她转
转头看向我，眼底满是沉重。似是察觉到他的不安，我伸手握住他的手，语气从容而坚定。我说过会保护你。说罢，我牵着他的手一同迈进了江府的大门。江正言正带着人匆匆赶来，瞥见我和江如雪紧握的手，眉头微微一蹙，开口问道：方辰，你这几天修行进展如何？我淡淡提笔写下2个字：还行。江正言面露诧异，却也没再多问，领着我和江如雪走进了大堂。大堂已经坐满了人，数十个江家的老少族人，嫡系的旁系的全都到场。一些年轻的江家女孩穿得花枝招展，笑盈盈地围绕着陆征攀谈，希望能得到她一点青睐。江洛伊也面带笑意，时不时与陆征搭话，可当他瞥见我走进来，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语气淡漠：还以为你不敢来呢，总算还有点男子气概。我懒得与他废话，径直走到大堂中央站定，身姿挺拔，提笔写道：什么时候开始？那股自信沉稳的气场让在场众人皆是神色微动。江洛伊眼中闪过一丝诧异，忍不住上下打量着我。陈应凤轻轻扣了扣茶盏，慢条斯理的开口：方辰，当初比试的赌约你还记得吧？如果你不如陆征，那么很遗憾，江如雪就要嫁给陆征。我抬眸淡漠的看向他，笔锋一转：若是陆征输了，也请你管好自己的侄子，不要再让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陈应凤猛地将茶盏重重摁在桌上，凤眸中怒火翻腾。征儿若是输了，自然没脸再求娶如雪，可你若是输了，就立刻滚出江府，我江家从此便不欠你方家什么了。我手按轻挥，笔尖落下。好，那就一分高下。陈应凤心里窝着气道：征儿，出手吧。陆征自信提步来到堂中，脸上的轻蔑几乎写在了脸上。能与我这九品灵根一较高下，你方家列祖列宗若是泉下有知，也该觉得脸上有光了。他戏谑一笑，抬起双拳朝着空中狠狠一挥，炼气5层圆满的修为打得空气巨颤。江洛伊不由愕然：没有突破，不应该啊。10品炼气业，哪怕是他这样的6品都该突破才对。族人们也面面相觑，这个结果实在出乎意料。9品灵根似乎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大，场面一时尴尬。陈应凤连忙打圆场：修行一道本就步步艰难，短短3天能从炼气5层精进至圆满，已经极为不错了。众多族人虽然心中仍有疑虑，却也没再多想，纷纷附和：是啊，再怎么样也不是一个没有灵根的废物能比的。陆征闻言挺起胸膛，傲然一笑：如何，方辰？虽然我没有突破，但至少精进了。你还是说……他一边说着，一边眼眸炽热地望向江如雪。我抬笔一笑：9品灵根，秦长生鼎力支持。就这话让陈应凤看得莫名焦躁，拍着桌子不耐烦道：天上真龙，你一介地上的爬虫，有何资格讽刺？真龙？我的笑容更甚了，抬起拳头朝着空气猛挥一拳，一缕精纯的灵气震动了空气，也震动了所有人的眼球。炼气1层是炼气1层，小陈，你突破了。江如雪捂着嘴，不敢置信的惊喜低呼。江洛伊眼瞳一震，喃喃不可置信：他有灵根。陆征更是瞪大眼睛，无法相信眼前所看到的，自己从没瞧得起的废物，竟然突破了炼气1层，赢了自己。怎么可能？他无法接受自己堂堂9品灵根的天骄会输给一个废物。我笑着提笔写下一句话：我方家列祖列宗要是知道我赢了9品灵根，会更加脸上有光。方才陆征的嘲笑像是耳光狠狠打在自己脸上，让他情不自禁攥紧双拳，恼怒不已。陈应凤也觉得脸上无光，冷道：炼气1层而已，看你这副小人得志的样子，突破炼气1层和突破炼气6层有可比性吗？后者是前者的5倍之难。我笑了笑，抬手再度挥出一拳，抽的空气啪的轻微爆鸣。江如雪震惊的合不拢嘴：炼气2层，小陈，你竟然3天突破炼气2层！这下江洛伊都坐不住，俏容面露吃惊之色。我都做不到3天突破炼气2层。陆征更是瞳孔一震，满眼恼意。突破1层已经胜了他，突破炼气2层简直就是碾压了。陈应凤也大吃一惊，却仍旧强自狡辩：炼气2层也不难，只能说勉强追上陆征的进展。然而话音刚落，我又对着空中打出一拳，清脆的爆响声仿佛狠狠一耳光打在所有人脸上。江洛伊惊得一下坐起来，把坐下的凳子撞倒都不知道，他脸上露出浓浓震惊。炼气3层不可能，3天突破炼气3层，就是9品灵根都不可能。陆征和陈应凤也露出浓浓骇然，不敢置信地望着我。我提笔轻挥：真龙又如何？9品灵根又怎样？陆征只觉得奇耻大辱，吼道：姓方的得意什么？不怕告诉你，天机阁的人已经在路上了，到时候我就直接进入天机阁了。而你呢，一只炼气3层的臭虫罢了，跟我比，你不配。
陈应凤今日也算是颜面扫地，她狠狠地瞪着我，怒道：“好，你有灵根，不是废物，了不起了是吧？既然你这么有能耐，10天后给我准备好丰厚的聘礼，如果拿不出来，别怪我毁约，把江如雪嫁给别人。”他拍着桌子，带着陆征含怒而去。我耸了耸肩，并不在意。如果是以前，或许我也会发愁，但现在不会，因为我是一位魂师，一位可以炼制高昂丹药的魂师。我突然想起，昨日答应珍宝阁的掌柜参加刘仙成的展示大会，刚好炼制出一批上品炼器液，可以卖不少钱吧。城主府前宽阔的街道两侧排满了一间间的摊子。今日是全城炼药家族的展示大会，大大小小的炼药者都会来此展示自己最优秀的药品。秦家主秦长生在展台上展示秦家的最畅销药品下品炼器液，围观者如山如海。与其对面同样宽广的王家站台却门可罗雀，清冷无比。巨大的反差让王思玲心绪难平，呢喃道：“那位前辈真的会来吗？”掌柜陪同在身边，苦笑不已。魂师大多性格孤僻，独来独往，他来不来全凭心情了。他心里也很着急，那位魂师如果来了，得到中品炼器液的王家必定大放光彩，力压秦家。可如果不来，这次展示会就成了秦家的独角戏。未来1年，王家的日子会越来越难过。更让他们感到不安的是，秦家那件宝物似乎激发出了更强大的能力。据说秦长生已经成功炼制出了一瓶中品炼器液，虽然产出效率只有1%，但如果传出去，将极为轰动。王家唯一的出路便是抱上那位魂师的大腿。这时，我披着黑袍登上了王家的展台。王思玲正来回踱步，冷不丁瞥到一袭黑影，微微蹙眉。你是？掌柜也望过来，只一眼便认出了装束，顿时心脏砰砰狂跳。大小姐，是他，那个魂师前辈。王思玲心中微震，连忙上前鞠躬道：“思玲参见前辈。”掌柜赶忙介绍道：“前辈，这位是我王家的大小姐，代父主持家族事务。”我对王家的事不关心，依旧用含糊不清的嗓子道：“你们能吃下多少炼器液？”王思玲喜色暗藏，这位魂师真要与王家合作。他眼珠微微一转，道：“我王家准备了10万两银子，按照市价可以吃下10瓶中品炼器液。”闻言，我微微皱眉，我现在可没有中品炼器液，只有上品。见我一直没说话，王思玲还以为是自己准备的钱不够，补充道：“前辈有所不知，我们王家以1万两银子收购您的炼器液，价格绝对公道。对面的秦家已经炼制出中品炼器液了，往后2家相争，售卖的价格肯定会低于1万两银子。我们王家是赔本赚吆喝。”我平淡道：“我不卖中品。”闻言，掌柜急得直冒汗。他明明说过是请这位魂师来当场售卖中品炼器液呀。这时，我默默掏出一瓶炼器液，摊在掌心道：“我只卖这个。”王思玲和掌柜同时望过去，王思玲尚能保持镇定，可也瞳孔巨缩，掌柜则直接惊呼出声：“上品炼器液，前辈，您要卖我们这个？”我反问：“不想收购吗？”掌柜连忙道：“不，想要，当然想要。这可是上品炼器液，莫说刘仙城，就是周边的城池都从未出现过的顶级灵药。有了它，王家完全可以一炮打响，抢占秦家大部分份额，从此一跃成为刘仙城的第一炼药世家。至于秦家的中品炼器液，在上品面前根本不够看。只不过掌柜又担忧起来，道：“前辈，您想卖多少？”每一瓶上品炼器液都是天价，听说很远的地方出现过，价值5万两银子一瓶。如果这位魂师狮子大张口，他们王家未必能大量收购。1万两，我淡淡道。王思玲眼眸里生出一丝怀疑，若有深意道：“前辈，中品炼器液都要1万两银子呢。”他不禁思索，我是不是另有目的？直到我又取出了3瓶，放在身前，平静道：“我只有一个要求，让秦家垮掉，办得到吗？”王思玲恍然，难怪如此便宜卖给他们。原来这位前辈与秦家有仇，可秦家是吃错药了吗？竟然招惹了一位2品魂师。他当即做主道：“如果前辈可以长期以如此低廉的价格供应上品炼器液，整垮秦家有何难？”我点了点头，淡淡道：“好，给我提供炼器液的材料，现在就为你们大量炼制上品炼器液。”王思玲立刻命人安排好材料和炼药场所。日上中午，展示会到了人最多的时候。秦长生忽然朗声一笑：“诸位，告诉大家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我们秦家成功研制出了中品炼器液，售价13000两银子。”全场轰然雷动，尽管高于市场价，但中品炼器液本就是有价无市的东西，能买到已经是好运，贵一点完全可以接受。望着汹涌而来的人群，秦长生大笑不已。自从攀附上陆征，秦家就好运连连呢。诸位，我王家也要向大家宣布一个喜讯。让秦长生一怔的是，对面的王思玲满面轻笑地捧着一个托盘，上面盖着红布。
秦长生皱眉，这丫头故弄玄虚，不过想跟我秦家对着干，得有真材实料才行。话音未落，王思玲唇角微微一勾，开门见山道：“我们王家今天开始将限量提供上品炼器液。”接着，他把托盘上的红布掀开，一瓶上品炼器液赫然展现，现场顿时爆发出震天的喧嚣声。可秦长生想不通，王家一夜之间哪里冒出来的上品炼器液？他有些慌了，眼看着自己展台面前的客人全都蜂拥向对方，急忙吼道：“大家别激动，上品炼器液至少价值5万两银子，你们确定自己买得起吗？”这让许多头脑发热的武者脚步一顿，面露尴尬之色。的确，上品炼器液何等珍贵，根本不是普通人买得起的，还是老老实实购买下品和中品炼器液吧。然而王思玲却嘴角一勾，为了答谢新老客户对王家多年的支持，我们宣布限期1个月内，上品炼器液的价格是12000两银子。他仔细算过12000两，其中1万两是支付给前辈的，1000是材料的成本，王家只赚微薄的1000两银子，但赚的虽然少，却能把秦家打垮，这就足够了。刚刚停下的人群一瞬间就炸开了，冲上王家的展台，整个混乱的现场一直持续到黄昏时分。秦长生看着满展台退回来的下品炼器液，满眼血丝。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他不明白王家哪里冒出来的上品炼器液，而且如此便宜，像是刻意针对秦家一般。咬咬牙，他低喝道：“王思玲，不管你背靠着谁，想整垮我们秦家，你还太嫩了点。”他站起身来，哼道：“我帮了陆征这么多，他也该把身后的护道人请出来，帮帮我们秦家了。”王家后台一个临时设立的帐篷，我喝了口茶，润了润喉咙。一天下来，总共炼制出50瓶上品炼器液，10瓶极品炼器液。极品炼器液自己留着，上品炼器液以50万两银子卖给王家。此时，王思玲身形款款地捧着银票走来，身上带着一缕淡淡的幽香，道：“前辈，这是您的50万两银票。”我面无表情收下，塞进怀里道：“明日我会再炼制一批上品炼器液，你们准备好银两和材料交换就是。”说完就起身准备离去。前辈且慢。王思玲眼中散射着丝丝晦芒。上品炼器液足够击垮秦家半壁江山，可他们还有下品炼器液，依旧能够苟延残喘。我微微思索便明白，能够用得起上品炼器液的终究是少数武者，大多数的武者还是倾向于购买下品炼器液。秦家为了给陆征站台，不遗余力地打压自己，这笔账我要算清楚才行。前辈，可否炼制一些下品炼器液呢？王思玲试探问道。我盯着前方出神，下品炼器液不是不能炼制，只是下品炼器液的需求量很大，我没日没夜的炼制都未必够市场的需求。我的主要精力应该在修炼上，为了对付秦家如此浪费时间，显然不值得。可不可以培养出几个魂师学徒呢？前辈，您意下如何？王思玲见我没有说话，问道。我回过神来，抱歉，我在思考要不要培养几个魂师学徒，专门炼制下品炼器液。不过此事急不得，人员挑选就是一大麻烦事，等有空再详谈吧。我看了看天色，起身告辞。王思玲却怦然心动，培养魂师学徒。要知道秦长生有家传宝物相助，也才魂师学徒水平而已。要是王家有了魂师学徒，便再也不愁。沉吟良久，他道：“把破望水晶取出来，等他明日来府上，我要看一看他的真容。”破望水晶是王家的传家之宝，能够看破伪装。他想要看看这位魂师的真容。我离开展会，并没有急着回江府，而是来到了不远处的城主府门口，取出了那枚自血福宫之人身上搜到的令牌。看到此令，守卫队长肃然起敬。小小年纪就能击杀血福宫的人，英雄出少年呐！血福宫乃是盘踞在长玄宗境内的邪恶组织，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他们分坛众多，长玄宗多次清剿，都未能彻底灭掉。无奈长玄宗命令各地城主府发布诛杀悬赏任务，只不过血福宫的人一般武者都不敢招惹，少有人能完成任务。你有资格进入阴云灵池修炼一次，跟我来。在他的带领下，我来到城主府的一角，此地有2间并排而立的密室，密室之下便是不断蒸腾着浓郁灵气的阴云灵池。当我来时，密室前已有一个紫衣女子，她生得极高，一双大腿浑圆而笔直。闻听身后来人，她扭头望来，只是轻轻扫了我一眼，淡然道：“炼气4层圆满，来晚了。”说罢，自己选择了一间密室，入内修行。我怔了怔，来晚了什么意思？守卫队长叹口气道：“原来你都炼气4层圆满了，那的确来晚了。阴云灵池已开放3年有余，许多武者都使用过，池中的灵气大不如从前。现在炼气4层以上想突破，除非灵根极其优秀，或者具备高阶的心法。”守卫队长打量一下我的穿着，怎么看都不像是大家族能够拥有上好心法的样子。他默默叹息道：“来都来了，进去试一试吧。只能修炼1个时辰，抓紧时间。”我微微颔首，进入了另外一间密室。
不久后，一位不怒自威的中年匆匆赶到，正是检测塔出现过的流仙城第一强者城主叶继风。柳仙子进去了。守卫队长神态恭敬，已经在修炼了。叶继风微微舒口气，长玄宗宗主之女，咱们可不能怠慢。你在此恭候柳仙子出关，她若出关，立刻通知我。蓦地，叶继风发现另一间密室也有人，不由皱眉。谁在里面？守卫队长道：“是一名击杀了血符宫之人的无名少年。”闻言，叶继风不由责备：“就不能等柳仙子修炼完再让她进去？”守卫队长迟疑道：“那把他请出来。”看了看两间挨在一起的密室，叶继风沉吟道：“罢了，一个无名少年修为低阶，也影响不了柳仙子的修炼。”密室内，我已经进入忘我的修炼阶段，透明灵根宛若巨树的根系，贪婪汲取着周围灵气，同时黄级高等的心法清风真经也运转开，加快了灵根的吸收。两者同时发挥作用，此地的灵气似是受到召唤一般，纷纷向我涌来。隔壁的紫衣女子正在入定中陡然惊醒，感受着灵气的流向，冰冷的脸孔上划过一抹疑惑。怎么回事啊？我修行的是我宗最高心法宝典，灵根也是7品，同时修炼灵气应该是流向我才对。他重新运转心法，试图抢夺回灵气，然而他密室中的灵气非但没有留住，反而以更快的速度流逝。他脸上露出一缕惊容，难道对方的灵根远在我之上？他索性放下修炼，反正此地的灵气对他境界而言并无太大修行效果。他来到密室外，透过门缝感受着我密室内的情况。在他的感知中，一股股惊人的灵气正被吞噬，像是里面有一口黑洞，把一切灵气都汲取掉。汲取灵气速度这么快？他不由动容，旋即灵光一现，微微惊讶道：“莫非他就是流仙城检测出来的那位9品灵根？”他紧紧盯着密室石门，眼中透着一缕较量之意。这次他是背着父亲偷偷跑出来的，就是为了亲眼见一见这震惊世人的9品灵根到底有何优秀之处。这时，密室中传来一阵闷响，一股炼气5层的波动缓缓传来。守卫队长瞳孔一缩，低呼道：“他突破了！”此地的灵气很稀薄，明明只够低阶武者突破，我居然成功了。紫衣女子冰冷的容颜上也浮现一丝惊色，情不自禁捏紧了拳头。不愧是9品灵根，不同常人。换作寻常的炼气4层圆满，是绝对无法在这样稀薄的灵气下成功突破。但以我的灵根和功法，也可以勉强做到。9品灵根好像比我强不了多少。然而一盏茶后，密室内再度发出一声轻微的爆鸣，一股炼气6层的强横波动席卷而出，把地上的尘土都掀了起来。紫衣女子俏颜终于展露惊色，一盏茶的时间就从炼气5层突破到炼气6层。她自问拼尽全力也做不到，一丝苦涩在她嘴角浮现。这就是9品灵根和7品灵根的差距吗？紫衣女子仍旧有着最后的倔强，道：“但她也到此为止了。6层到7层是一道天堑，当初我花费了整整10天才突破。”随着时间一点点结束，密室内再无动静，似乎在印证紫衣女子的话。可突然，一股更加强横的气流自密室中横扫而出，守卫队长差点没能站稳，震惊道：“炼气7层，短短1个时辰，从炼气4层圆满突破到炼气7层。”紫衣女子冰冷的容颜再也无法保持淡定，一双清冷的眸子写满了震惊。她难以置信的呢喃：“不可能，9品和7品只是差了2品而已，差距怎么会这么大？”遭受无情打击的紫衣女子道心都差点崩溃，她做梦都没想到，引以为傲的7品灵根在9品灵根面前竟然差了10万8千里。我浑身大汗的离开密室，看到紫衣女子也在外面，便意识到自己的修炼干扰了对方，赶紧抱拳道：“这位小姐，不好意思，打扰到您了。”紫衣女子复杂的望着我，银牙微咬道：“我叫柳青仙，记住我的名字，等你追上我的境界，我要与你一决高下。”说罢，她取下腰间悬挂的紫色令牌，甩给我：“拿着，遇到生命危险取出来，你可别死了。”说完，她转身离开，只留下我一个人在原地蒙圈。我怎么塌了？好端端的要跟我一决高下，还甩给我一枚令牌。我挠挠头，迷惑的离开。柳青仙离开流仙城，便乘坐一只白鹤飞去。飞出不久，忽然头顶被一朵阴云罩住，抬头一看，是一只巨大无比的蓝色大雕，上面负手而立一位白色长袍、气质凌厉的中年，周身散发的强大气息将吹来的罡风尽数震散。看到此人，柳青仙大吃一惊，赶紧跪拜道：“长玄宗弟子柳青仙，见过天机阁陈副阁主。”眼前之人竟然是天机阁的4位副阁主之一陈正道，毫无疑问，他便是来带走陆征的天机阁之人。你父亲到处找你呢，原来是跑这儿来了。陈正道笑了声，他与长玄宗宗主曾是师兄弟，关系极好。路上便得到传讯，说他女儿跑了，让他路上留意一下是否有踪迹。看了眼脚下的流仙城，他便知道柳青仙的来意了，也不禁好奇道：“见过那位9品灵根了，如何？”这一问让柳青仙眼圈微红，委屈道：“他太欺负人了。”陈正道愣住，记忆里柳青仙可
可是一位谁都不服、极其要强的女孩，怎么委屈的哭了？这得是受了多大的打击？如何欺负你？说我听听。陈正道抱着听故事的心态，好笑道。柳青先把自己的经历道出，听完，陈正道也笑不出来了。这不可能！你确定自己没有感受错？一个时辰，普通的灵气池，炼气4层圆满到炼气7层，我是8品灵根，距离9品只差1线而已。但我的修行速度也不及他的一半。看着陈正道也吃惊无比的模样，柳青仙心里舒坦了。8品灵根不也被打击了？呵呵，他心情愉快道：“陈副阁主亲自去检验检验，不就知道了？反正我把清运令给他了，很好认，告辞。”说完拱了拱手，小嘴里哼着欢快的语调，乘着白鹤离去，留下陈正道一脸愕然。9品和8品的差距真的这么大？我倒是不信了。我回到江府时，仆人们慌忙摆放各种花篮，擦洗桌椅，就连江正言这位家主都亲自上阵。江如雪也在一旁匆匆忙忙的帮衬。怎么了？我有些诧异道。看到我回来，江正言露出一丝嫌弃。愣着干什么？还不快一起帮忙？江如雪递过来一张抹布，敬畏道：“刚才城主命人快马加鞭通知我们，天机阁的大人来了。”就在这时，陆征一脸神气的走了出来，背着手威武的喝道：“方辰，愣在那干什么？还不快给我干活！坏了我的大事，你10颗脑袋也担待不起！”我随手将接过来的抹布丢在地上，抬笔写道：“你的事与我何干？天机阁的人是来找陆征的，又不是找我的。”陆征皮笑肉不笑：“真是蠢货！今天可是我平步青云、飞上9重天的日子，外面多少人想在这最后时刻抱上我的大腿，我都没工夫搭理。有机会给我擦擦椅子、拖拖地，却不好好珍惜。”一旁的陈应凤也是春风得意：“这儿理会这个哑巴干什么？”正巧闻讯的秦长生赶到，拱手笑道：“陆公子，老夫恭喜了，小小贺礼，不成敬意，还望陆公子日后提携一下我们秦家。”秦长生身后几个壮汉抬着好几箱下品炼气液，引得江家众人倒吸凉气。如此多的炼气液，少说30万两银子。江正言和陈应凤看得心惊胆战，一时间都不敢接了。送礼是需要还的，他们江家可还不起这么厚重的礼物。陆征却哈哈一笑，来者不拒的收下。秦家主来的正好，来，在场干活的人一人1瓶。当然，至于那个哑巴就别给了。于是上至族人，下至家丁们，都惊喜无比的收获了1瓶下品炼气液，唯独我两手空空。陆征得意道：“方辰，开始后悔了吧？1瓶下品炼气液就这么错过了，这损失可大了呢。”我摸了摸怀里的10瓶极品炼气液，让他们不要那么个人，才不疾不徐的抬笔写道：“我要是你没有进入天机阁前，绝不收这份礼。”秦长生不屑道：“方辰，我愿意送，陆公子愿意收，用得着你多管闲事吗？”我看向秦长生，玩味一笑，提笔道：“我只是担心秦家主鸡飞蛋打，后悔不已。”秦长生哈哈一笑：“我会后悔？我抱上了9品灵根的大腿，实在想不出后悔的理由。”就在这时，一股狂风袭来，蓝色的大雕缓缓降临在江家上空，一道散发着绝强气息的身影纵身落下。陆征呼吸一凝，看向方辰道：“方辰，我陆征的高光时刻到了，你就好好看着我是如何礼跃龙门，成为9天真龙的吧。”随着陈正道落地，江正言带着陆征率领江家上下集体出门，单膝跪地迎接。陈正道面带笑意，轻轻颔首：“我是天机阁副阁主陈正道。”闻言，在场之人皆震惊不已。本以为来的不过是一位执事之类的人员，谁知来的竟是一位副阁主。大家既惶恐又震撼。天机阁对9品灵根的重视程度远超想象了。你们谁是9品灵根？陈正道迫不及待问道。一个时辰接连突破3个层次，这也太逆天了。大家齐刷刷将目光投向陆征。陆征万分自豪，上前一步，拱手道：“晚辈陆征见过陈副阁主。10年后，你又检测出9品灵根，再度震惊天机阁，这是咱们的缘分。”大家恍然，原来陈正道便是当年检测出黑色8品灵根的碧柳城天骄。他主动攀交情，拉拢陆征的举动，在场的人看得明明白白，意味着陆征去了天机阁，陈正道一定会罩着他。陆征的潜力堪称无限光明啊！秦长生激动地握紧了拳头，自言自语的呢喃：“我就说，我秦长生一辈子就没有选择错过，抱上陆征的大腿，是我此生最正确的选择。”陈正道与陆征交谈良久，感情熟络了，才步入正题，扫了眼满地跪着的江家族人道：“都起来吧。”江正言率先起身，恭敬道：“陈副阁主，里面请。”于是众人移步大堂，陈正道一人独坐，其余人都大气不敢喘地站在大堂两侧。小陆，你9品灵根的威力，我在路上可就听说了。陈正道轻声笑道：“连长玄宗那个冷冰冰的丫头都被你气哭。”陆征有点茫然，长玄宗的丫头谁呀？只听陈正道继续道：“可否现场演示一下，你运转灵根是怎样的奇景？”一个时辰
但突破3个层次，那汲取灵气的速度，怕是跟一头鲸鱼吞吸海水差不多。陆征点点头，迈步来到大堂中央。天机阁的人要他展示自己，这在预料之中。只不过运转灵根不足以体现出他9品灵根的强大，所以他早就有一个更好的想法。陈副阁主能否换成切磋的方式呢？陈正道点了点头。你想与谁切磋？陆征心底冷笑，抬手指向了我。方辰，敢不敢再与我比一把？